接连2次闯入，美军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中国专家称美国报复性很浓？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2架美军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于近日现身南海上空 ，KC-135R 空中加油机伴随而行，再次出现在我国领域。美军存在什么样的目的？根据最新卫星图显示，这2架 B-1B 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起飞，接近西沙群岛时，中国歼11战斗机第一时间从永兴岛起飞进行监视。歼11B 是我国歼11战斗机的衍生机型，是4代机型中的一员。相对于俄罗斯的苏27，歼11具备对地攻击能力，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多用途战斗机。同时，在电子系统、隐身、火控、雷达等方面都有很大幅度的改进以及创新。此外，与歼10战斗机相比，歼11B 战机航程更远，载弹量也更大。抛开这些不说，歼11B 战斗机无论是在机体平台、动力装置还是材料等方面，都全面实现了中国国产化。建造的时候，还为其配备了中国自主研发的先进飞控系统和雷达火控系统，同时还具备了高度综合化的武器以及航电系统。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媒体曾经对歼11B 战斗机的性能进行过专门的报道，声称能够同时探测20个目标，并且在发现后可以直接攻击其中的6个目标。因此，我国派出歼11战斗机前往对美军的 B-1B 轰炸机实施监视，可以说是物尽其用，非常合理的安排。这段时间，美军好像跟随特朗普一起开启了疯狂模式。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前几日刚闯入南沙岛屿附近，现在又派出轰炸机在南海上空飞行，说是挑衅倒也不足为奇。可2次举动相隔这么近，反倒显得有些不同寻常了。在美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驶入南沙岛礁附近的同一天，中俄空军正派轰炸机群在日本海和东海进行第2次联合战略巡航。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展开军事活动，对美国而言，这必定是个危险信号。一个竞争对手，一个最具威胁的对手，美国怎么可能坐得住呢？至此，我国有军事专家表示，美国方面此次派出 B-1B 轰炸机，其报复意味很浓。就美国人看来，尽管中方表明此次联合巡航不针对第3方国家，可中俄一起展开军事合作，就是在挑衅、威慑美国。不过，除了专家的这一说法以外，美军迫切想要挑起域内国家的不稳定，从各方面遏制中国的军事发展，其中不乏也有心态变了的原因。此次全球疫情，外界很明显的能够看出中国在崛起，美国在衰退。虽说我国没有想要取代谁或者攻击谁的意思，但美国还是认为中国有想一步步取代自己在全球的地位。现在的美国完全失去理智，一味沉浸在如何打败、阻挠我国的发展上面，再没了大国风范。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崛起？一位英国教授就对此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众所周知，中国过去经历了近100年的屈辱史，导致在一些国家的认知里，中国就该一直如此，而不是崛起。而中国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不过，他们却从未想过，在中国的千年文化中，近200年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崛起？一位英国教授就对此表示，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以文明认同为主，西方则是以民族认同为主。在中国，民众对国家有着高度的信任，相信在遇到重大事件后，国家能够很好的帮助他们解决许多问题，而不是通过他们一些自行发起的活动来解决问题。这一点上与西方就有着本质的不同。此次疫情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人在国家的安排下听从且严格执行，反观西方只知道联合与国家对抗来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可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的蔓延，西方国家至今陷入疫情的危机中。上述也说过，我国经历了低谷，但纵观5000年历史，近200年也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跌倒了站起来就好了，更何况除去这200年，中国的任何一个时间段在当时的世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再者，历史的沉淀反而给我们架构好了一个成熟的文明发展体系。中国人的骨子里早已印上了一种凝聚力，刻在骨子里的东西不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可这却跟西方国家恰恰相反，遇到事的时候，西方人只喜欢跟国家对着干，最后必定有一方会妥协。造成这2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众对于自己国家的信任程度不同。
英国教授就表示，西方国家在诧异中国的发展速度，是因为他们对于中国文化没有一个很深刻的认识，又或者是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本身就出现了偏差。纵观世界历史，西方很多国家都出现过惊艳一时的帝国，可一旦没落后的就很难再崛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英国，曾经世界排名第一的工业强国，在没落后日益衰退，就连印度如今都有赶超该国的趋势。再看中国，跌倒了一步，很快就站起来，也就难怪英国教授指出，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崛起不是最可怕的，可怕在于这并非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用文明伪装成的国家。受5000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让中国致力于将国家打造成一个完美的国度，努力让国家的民众生活得更加富裕和安康。西方国家却被殖民地以及殖民国的文化所影响，建立在不平等地位上的文化影响，这样的差距与不同，也就注定两个文明不会融洽相处。倘若美航母与我军航母交手，为什么赢的还是美军？俄罗斯专家又做了怎样的分析？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随着我国的崛起，美国担忧会威胁到自己在全球的地位，开始展开各种针对中国的打压、制裁，甚至是抹黑的行为。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就连航母都跑来了。航母作为国之重器，是各国研发的重要项目，可拥有航母的国家却少之又少。中国至今虽说有2艘航母，第3艘航母也即将下水，但与美国的航母相比，差距还是很大。尤其是美军福特级航母，是美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航空母舰，其排水量达112000吨，航速超过30节，采用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以及 C4I 设备，同时使用了全新的整体轮机系统和配电系统，舰内设备实现全面电脑化以及网络化。美军对福特级航母寄予厚望，而该航母也确实进一步提升了美国海军的实力。对此，有俄罗斯专家分析，如果美军航母与我军航母交手，赢的应该还是美军。顺着这个角度去看，果真如此。俄罗斯专家指出，在高超因素上，我军虽然拥有绝对的优势，但美国依然能够靠侦察能力获得胜利。这些年来，美军仗着自己在全球的地位，不断向多个国家发起战火，使其实战能力非常强，可以对敌人进行较为迅速的打击。在现代环境下，海上交战的关键已经不是火力和数量，而是在交战海域上的侦察能力。而美国所拥有的优势，能够碾压中国在高超因素上的优势，从而取得胜利。再者，中国海军的航母在体积上只有美军航母的一半，需要靠潜艇和陆地上的巡逻机或者是卫星侦察才能确定美军航母的位置。反观美军航母则有空中预警机，还有陆地上全天候的预警机支援。总之，该专家认为，在战时，我军航母只能获得美军航母大致位置，而美方能够对中方位置精准掌握。不可否认，不管是航母的数量还是战斗力，美军在当前世界上都无人能及。一个航母打击群对地打击能力超过部分国家整个空军的总和，足以看出其威慑能力和战力。这是现实，也是我国预料范围之内。毕竟，中国的军力发展方向一直都是防御性的，进攻能力发展的还比较晚，还不具备远洋作战能力。但有一处是我国的不败之地。中国军事目前也是成体系的，很多武器装备跟美国都是不存在代差的，甚至部分装备还要领先美国。例如空警2000用的有原相控阵雷达，要是近海作战，美国不仅要拉着漫长的补给线跑来，还要顶着中国陆基的火力与我国海军打。另外，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也全都会在我国的中程导弹打击范围内。在家门口作战，美国未必会赢，不过美国也不会傻到跑到我国家门口作战，所以在面对美军强大实力的背景下，我军仍然需要努力。